周老师有3不教：一，不是君子不教；二，不是孝子不教；三，不是行子不教。不是君子不教，不是我真不教，是我教不了。你是个小人，你是被盗的，你做什么都是被盗的，我怎么能教会你呢？唐朝有一个宰相叫李勉，他是个非常善良的人。他去监狱的时候，他突然看到有一个犯人一直在喊我冤枉，我冤枉，我冤枉。然后那个李勉就觉得好像他真挺冤枉的，跟他一聊发现还真有可能他是被冤枉的，他就把他给放了。他本来是死囚犯，丞相放他之前跟他讲，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被冤枉的，但是我想跟你说一句话，如果你真的是被冤枉的，我放了你，我相信你以后也不会做坏事。如果你不是被冤枉的，我放了你，我也希望你再做个好人，要不然我还会抓你。这个犯人给他放了。放了以后呢，这个犯人就开始赚钱努力，变成了一个地方非常厉害的一个富商。10几年以后，这个宰相因为太正直了，被唐肃宗贬了。贬了以后，这个宰相就回自己的家乡，结果在路过途中刚好就碰到了曾经他放的这个犯人。这个死刑犯看到他以后很感恩啊，说宰相大人，你曾经救我一命，你今天怎么混成这样了？来，去我家，我请你吃饭。边请他吃饭，心里边想，我一定要回报你，我要感恩你，又是磕头又是给他金银玉石。吃完饭以后回去就跟他的太太讲，说老婆，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，没有他我今天就是个死人，我今天赚的家财万贯都是因为他给我机会，我们要报答他。他老婆说，那咱给他1000匹布吧。员外说1000匹布够吗？我的生命就值1000匹布吗？咱们今天家财万贯就值1000匹布吗？他太太说给他2000匹。然后这个时候这员外说2000匹也不够啊，那无以表达我对他的感恩之心啊。他太太第3句话说，那我们杀了他吧，他对你的恩情太大了，你已经报不了了，而且他知道你是死囚犯，如果他拿这个事要挟你呢？如果他找我们勒索我们的钱财呢？如果他去报官把我们重新抓了呢？如果把他杀了，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一个人知道你是死囚犯。她老公说有道理，就派了一个杀手去杀这个宰相。然后他的仆人在旁边送茶的时候突然听到了，他仆人说他们还是人吗？太过分了这2口子。然后就跑去跟那个宰相说他们要杀你。这个宰相听完以后就翻墙跑到一个饭馆就藏起来。这饭馆的这个老板就看他神色慌张，就问他说你干啥呢？他就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跟那个饭馆老板全讲了一遍。讲完以后，这个饭馆老板也挺义愤填膺的。结果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黑衣人啪冲进去了，拿了一把刀。他们俩都很吓人啊，这是不是就是你就是那杀手？那杀手说是的，就是我，他们派我来杀你。我本来要动手的，听到你们在讲的时候，我趴床上听了一下。我听完以后，我觉得他们太不是人了。你在这等我。那个宰相不知道他要干啥。1刻钟以后，他把那2口子的人头拿过来送给了那个宰相。你们不要笑，这是唐肃宗帐下的宰相李勉，是历史真实故事。在座各位，凡动刀剑者必死于刀下。那个员外如果没想动刀杀别人，他怎么会惹来杀身之祸呢？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想害别人的人，别人有没有被你害我不知道，反正你到最后一定被人害。在你让别人横尸街头的同时，就已经注定了你的结局是横尸街头。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，做君子不做小人。那什么是君子，什么是小人？如何去分别君子跟小人？来，孔子的课程里面60%都在讲何为君子，何为小人。我以前不能理解，为什么孔子你不好好讲干货，你非要教他们这个东西。我们觉得孔子当年教的仁义礼智信很虚，但是今天才知道那是道本身，他一点都不虚，因为这个世界是虚的决定了实的呀。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什么叫喻于义？君子在一起办事凭的是仁义道德，而小人在一起就是因为利。今天因为利聚，明天因为利散。君子泰而不骄，小人骄而不泰。君子成就他不会骄傲，他就表现得像泰山一样稳重，而小人小成就开始骄傲了。君子周而不比，君子永远想的是我如何完善自己圆满自己，而不是跟别人比。而小人永远是跟别人比较，说别人的是非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醴。君子与君子之间，他不需要像
小人一样啊，要表现得那么的浓厚，但是有事他真上啊。而小人之交就像那个甜酒一样，很腻很甜，但是翻脸的速度更快。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这里的务本指的是什么？指的是自己，永远靠的不是父母，靠的是强大自我。君子如玉，小人如蛆啊！你看2500年前的孔夫子讲的是多么的形象。君子如玉，喜欢玉吗？玉把件、玉手镯，好不好看？喜不喜欢？是人都喜欢玉啊。小人如蛆，恶不恶心？蛆会觉得自己恶心吗？蛆觉得玉恶心，怎么咬不动呢？在座各位想得到吗？想得到太简单了。孔夫子说了，怎么得到？尊师重道，重道的那个重也念重，重合的意思。只要你懂得尊重老师，你就能得到，因为师就是道。我们中华民族的信仰是什么？是天地君亲师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还有一个词叫大逆不道，欺师灭祖。摸着自己的良心，问问你自己有没有做过蛆做的事儿？我相信在座80%都做过。送你们一句话：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所以不是君子不救，不是我不想救，是救不了。所以我们很多人会认为当人好难啊，人世间全是苦，全是难啊，人生皆苦啊。那是因为你自己作的，人作孽不可活，那是自己作的。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，当小人，道就是冰冷的规则；当好人，道就是温暖的怀抱。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有人螺旋式上升越来越好吗？就是因为他把做君子变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一纲领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教过你怎么做人。在古时候不是这样的，在古时候我们有家规，我们有家法，我们有祖宗祠堂。孩子们上学的第一课叫大学，第一句话：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你想成为大人，在亲民，你要对人好。你是当官的，你要对百姓好。你是个普通人，你要对所有你认识的人都像亲人一样。在明明德，第一个明是自己先明，先明什么呢？先明道理啊，你得知道什么是道啊。来，第二个明是什么明呢？你要把道理活出来，以身试道，告诉天下所有人，道是什么样子的，君子是什么样的，做人应该怎么做，这就是最大的德行。你们不都想要德吗？什么叫德？明明就有德，在止于至善。知道什么叫至善吗？至善就是有一个人啪捅了你一刀，你被人伤害的遍体鳞伤，归来时仍是少年。王阳明有4颗心，周老师有3颗心，道生一，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叫永远保持那一颗赤子之心。此心不变，此生大业必成。有这颗赤子之心，你就不会偏离道。什么叫赤子之心？赤子之心跟阳明先生的此心光明乃异曲同工之妙。什么都可以丢，在座各位，什么都可以丢，只有一个东西不能丢，就是你的良知。你的良知一旦丢了，你就离道远了。孔子这辈子就在干一件事啊，教人做君子，行大道啊。所以此生的使命，希望能够继承孔老夫子的遗志，教人人可做君子，让天下归人，让人人都能够合道。试想一下，如果全人类做的事儿都是合道的，这个地球将会美妙成什么样子？为什么今天地球环境会被破坏，这么多的生态会被破坏，就是因为我们背道了。所以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，还是那句话，能不能做任何事之前都问问自己，我这样想，我是君子还是小人？我这样做，我是君子还是小人？君子如玉，小人如蛆。从今天你的所思所言所行，做君子不做小人。君子得道，得道天成；小人背道，背道而亡。
只要你们今天的言行举止都能符合道，都能符合君子，我告诉你，我敢向你保证，你们的人生一定是螺旋上升的。顺道者昌，逆道者亡，一定要学习如何合道，而善就是道。